大家好，我是曼大。这集是美债 ETF 实战第15集，影片制作时间是2025年5月2日。废话不多说，直接进主题。我布局美债的用意是防守，结果川普关税战来临时，美债短暂2-3天的小涨后，就开始急转直下，长长1周的涨幅，一天就跌完了，并且是又一次的股债双杀。这次股债双杀，一开始债券还是有做样子，发挥出防守的功能，但是没多久就不演了，开始股债双杀，变成看股票和债券谁跌得比较快而已。从去年9月正式降息后这段时间，债券通常都跟 VIX 指数一样，恐慌出现时会涨一下下，但是通常没多久就利空钝化，然后债券就会开始冷掉了。股债平衡在过去80%股债都能发挥作用，近年股债双杀的情形越来越多，股债平衡开始面临更多挑战。川普这波贸易战打到现在，除了中国选择不妥协，关税战打算跟美国硬干到底。在谈不拢的情况之下，钱穗继续抛售美债，并且把存在美国的黄金也领回家了。加上这次川普高调宣告要赶走鲍尔，目的是希望逼联准会尽快降息救经济。但激进的关税政策可能推升通膨，当然就还不能马上降息。联准会的独立性是维持市场信心的关键，投资人仰赖能依据经济数据，而非政治压力，做出升降息决策的中央银行。若联准会因政策不符总统期待就被解职，不仅会导致市场对货币政策失去信心，也可能触发资本市场的动荡与资金外流。市场一度担心川普干预联准会，尽管最终没有实际行动，但4月这段期间，美债殖利率急跌，美元走贬，还是反映了市场对联准会独立性的高度敏感。一旦市场信心不足，美债的被信任度持续降低，债券避险的效果就变差了。不过虽然川普闹出很多风波，但事实上川普是有意解决美债问题的，所以想看到美债引爆金融危机，机会非常之低。只是我布局美债的用意是防守，回想起薛老师的提醒，相较持有的20年期长债，使用10年期以内的中年期债券，降低波动和避险效果都好得多。先说结论，曼大美债原型部位的布局，原布局用意就是对冲黑天鹅降临的风险，所以美债原型部位会继续持有，目的就是稳稳领息，等待黑天鹅。曼大抱美债已经近3年的时间，想要从美债上赚到价差，除了做波段小赚之外，还真的是不太容易，大概要等整个降息循环结束，或者真的遇到经济衰退的崩盘，才有机会实现较大的资本利得吧，并且美债信用危机也不能再发生。曼大使用股6债4的配置，透过资产配置，稳稳的让部位慢慢成长。现实一点，想在股市中赚钱，主要还是靠股票，购买美债可以等同在储备现金，在股市高位接不追高股票。倘若有大事发生的时候，因为股市崩盘出现超值的股票，可以将债券部位资金转换到股票上。4月份这一次动魄惊心的股市下杀，正好是我尝试卖债换股的好机会。透过这次换股的宝贵经验，相信下次可以再应对的更好。至于美债正2部位，预计择时换股。第一部位是220张元大美债正2，换股操作我等一下会说明。第二部位换股计划是250张的国泰美债正2，这部分的布局成本较低，我压力相对比较小，可以耐心的持有。这部分原设定国安基金进场的时候，开始启动第二部位的换股，可惜大盘到17000就打住了，没有继续下杀。第一波换股也还没全部完成，只能再等待下次的机会了。曼大提前想好股灾时的应对，这次的快速下杀似乎某些人受伤惨重，但我们应对起来相对还算从容。认真体会别人恐惧我贪婪这句话，事先想好计划，我们在股灾真的来临时，心态相对维持的较为稳健。我们看美债部位的最新现况，4月2日美债账面上获利 30.5 万，做的亏损1920元美金。4月30日美债账面上亏损 17.8 万，做的亏损2480元美金。美债正2换股认赔 16.8 万。细看布局统计表，可发美债原型有小幅获利，稳稳领息部分是没问题的，主要是美债正2造成的亏损。美债正2目前亏损50万左右。倘若看错方向，除了我们熟知的正2波动损耗，加上复利偏移效应，亏损会被放大，风险相对就高上许多。曼大日前认错一半美债正2部位，这里就不再赘述。倘若川普关税大战还有波澜，或者黑天鹅突然来临，那我会先把美债正2部位换成股票。倘若是2008年等级的金融海啸，大盘有腰斩等级的跌幅，那我会把原型美债也全部转换。这里是4月卖债换股的统计表。曼大在2024年8月日元套利平仓恐慌时，分批布局的00685L 成本是 77.4 元，原部位成本已经定锚在这里，因此如果大事发生，好股票打着拍卖，当然要趁机会再买一些。曼大习惯拟定一个计划表，设定好可以买的价位、部位，
这样在股市下杀的同时，有计划表可以照表操课，不仅在股票下杀的同时不会太慌张，反而很期待大盘可以杀多一点，让自己有机会将避险的美债顺势的换回股票上。曼大也诚实的跟板友报告，其实有做好计划，在操作上不免还是会被情绪所干扰。比如我设定的保守版最低下探49元，倘若真的遇到，我一定要全部转换。我可以换12张的资金都计算好了，直接卖债买股就可以了。结果4月9号美债正二因为流动性危机，当日下杀到了7元以下，跌得比50正二还惨。当日 685L 还一度下探到45元以下，正当我在犹豫要不要至少换个2张，时间已经来到下午的1点20多分，由于我是要卖债换股，担心一边没成交，在这种震荡格局下，隔日再买怕是多生变数，最终45元还是没下手换股。上面是台积电跌到780元那天的内心戏，当天也是国安基金进场的第一天，当天股市之精彩。如果您也有有趣的内心戏，也期待您留言跟我们分享。曼大连你好计划都不一定能操作顺利，是不太敢靠感觉和记忆来下单。有计划的布局跟靠感觉来下单布局，我自己是觉得差很多，不晓得您怎么看？一样期待板友在底下留言，跟曼大以及曼好频道的板友一起来分享。回到计划表，曼大这波美债正二换股计划的张数是220张，目前成功转换152张，统计转换17张 685L， 1张 675L， 11张国泰费半。美债正二认赔 16.8 万，账上还有68张美债正二可以换股，期待还能有大事发生，可以再继续转换。我上个月就预告美债正二认错部位，会有机会迎来缓步股债换股的好机会。缓步就是我会慢慢转换的意思，不是要直接一把梭哈全部转换。曼大在1月11日美债 EP11实战影片中，跟板友报告去年底这波美债正二的操作败债摊，预计等机会减码美债正二降杠杆，除了换到原型的美债，也可以像这次的操作一样，设定自己卖债买股的价位。这次大盘的回荡，给了我换股的机会。曼大在美债实战系列多次提到，考量防守功能的长期资产配置if 还是比特更加稳健。薛老师在1月20日的影片，为公债讲句公道话，整理了这类的数据，节省时间，我们直接进结论。美债多头时，20年美债的凑的领先的不算多，但是美债下杀时 ，if 的绩效竟然可反超透的，跌破大家眼镜。以长期持有的布局来看 ，if 显然才有防守功能上的优势。有兴趣了解数据的朋友，可以到崔老师的 YT 观看影片，了解更加专业且详细的说明。我直接将重点条列报告给板友参考学习。1. 如果是资产配置的投资策略，债券布局不建议使用20年期的长债，因为攻击部位已经交给股票 ETF， 使用7至10年期的 if， 防守性质更佳。2. 股债共舞不是投资报酬最高的策略，但却是一个稳健、持续成长的做法。3. 再平衡的纪律不但是资产配置，也是其他投资中极为重要的一项数字。每年一个时间的再平衡，可以持续逢高减码，锁定获利，也可以达到逢低补进，持续有纪律进场的双重效果。4. 长债经常翻脸跟翻书一样快，什么时候会反转，我们都料不到。5. 最后，资产配置的好处，就是我们不用费心的去猜，今年谁当红，明年谁当家，只要有适度的比例布局在股和债之间，最终你一定会是赢家。这个简单的道理，普通，但知易行难。普通，但并不普通，因为人性总是看涨想追涨，一跌就认赔。要长期持有抱得住，真的不是简单的事。看到比特币等风险资产绩效好，就很难克制自己，不去追高风险资产。知足这2个字，我们都知道，但实在很难做到，只能在漫漫人生中，不断的去细细体会，了解最新的降息预测指标，根据市场的最新定价，华尔街市场对于降息的预期，曾在4月初关税不确定性展开的时候，一度上升到降息5码的位置。目前市场已从上个月的降息3码，逐渐的往降息4码的定价来挺进。至于联准会决定是否降息中，最看重的个人核心消费支出 PCE 年增率。PCE 是美联储最重视的通膨指标，会直接影响升息或降息决策。只要 PCE 符合目标，联准会就可能降息刺激经济。这次 PCE 年增率是 2.3%， 低于前值 2.7%。核心 PCE 年增率 2.6%， 也低于前值 3.0%。PCE 月增率为 0%， 低于前值 0.5%。核心 PCE 月增率也为 0%， 也低于前值 0.4%。我们可以观察到 PCE 有所降温。数据公布后，市场押注最快6月启动降息，全年降息4码的声浪越来越高，影响美债价格的因素非常多。曼大建议持有美债的板友继续耐心的持有，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。当大家都不看好，绝望停损的时候，很有可能就是美债的起涨点。
我们是慢慢变好，越来越好。慢好频道会持续分享有用的财商知识，以及在股票市场中实战操作的宝贵经验。如果您在我们分享的内容中有所启发，邀请您帮慢好频道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希望每期影片都能与你一起成长，共好。我们下期再见。